这里是宠物说不完。有网友在脸书发帖说，有3位马来同胞说起巴东家里露营土崩的事情，其中有一位马来同胞说了一句话，他说今天他家附近有人来捉狗，那么久以来住在那里的马来人看到有人来捉狗，他们也不会说一句话，反而今天有几位马来同胞看到这种情况就出来说，请你们放过这些狗狗吧，很多事情也是狗狗帮了我们人类。捉狗的人听了也不多说，直接把狗狗放了。一场土崩让人民知道了狗狗们的好处和对人民的感情。以前我们以为是我们人去帮助狗狗，但是很多事情往往是狗狗帮了我们。狗狗不只是狗的世界中的小英雄，而且在我们人的世界也是我们的小英雄。搜救犬们真的辛苦了。确实啊，经过这次的土崩事件，有很多马来同胞对狗狗都有所改观。甚至在救灾现场的马来同胞接受访问时就说道，狗狗很伟大，是我们人类的英雄。为了让搜救犬们能保持强壮的身体，继续进行搜救任务，一支由诺伊扎地医生带领的交赖兽医队伍今天专门到救灾现场为搜救犬们提供检查，确保它们健康。真的很感谢兽医团队的爱心和帮忙。马来西亚人都认为穆斯林是不可以养狗和碰狗的，那就有网民发帖说，他的朋友问他，为什么他们穆斯林可以碰狗呢？马来人不是不可以摸狗吗？原来大家不知道，其实他们是有例外的，意思就是如果他们是帮助这些动物们摆脱痛苦或拯救动物，这样是被允许的，不是在犯罪。哪怕他们不是兽医，就算是普通人，只要是拯救动物的都是无罪的。爱动物的人还是不分种族宗教的，而确实有很多马来同胞都是很开明很友善的，甚至会去喂流浪狗呢。今天我们会让大家了解伊斯兰教和狗狗的历史关系，破除大家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误会，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其实依据各家学派的共同观点，穆斯林是被许可养狗的，但必须遵从以下的规则。第一，狗狗是可以被驯养为狩猎犬的，而伊斯兰教法规定，只允许为了生计、填饱肚子而狩猎，不能因为取乐的目的去追杀任何动物。第二，可以训练狗狗为人民服务，例如导盲犬、救灾犬、寻找失物或侦查的警犬。在服务的时间之外，应当把狗狗放在室外，给它们安置舒适的食宿。在必要时，可以把狗狗引入室内，但必须是经过训练，懂得室内规矩，不许登桌上床睡沙发。第三，家中可以驯养看守门户安全的狗，保护家宅和财物。第四，训练狗狗帮助人工作，如牧牛羊、拉雪橇、认路和执行军务。第五，伊斯兰法制只许可根据狗狗的生理和理智特性对狗狗使用，而禁止把狗狗当作宠物养在家中，也不允许用狗狗与儿童作伴，在一起玩耍，因为对儿童的健康不利。协助家庭工作的狗狗生活在人类的环境中，狗狗主人必须注意，不能让狗狗与人有密切的接触，特别要防止狗狗的唾液和排泄物与生活用品的沾染，这是全世界穆斯林共同遵守的规则。因此，在任何伊斯兰国家，看不到穆斯林在马路上悠闲地遛狗，把狗狗当作家中亲爱的宝贝。先知穆圣说，养狗是可以的，只能用作看家护院、帮助狩猎、看守庄稼和畜牧。除此之外的养狗，将是信士每天都在功德上遭受巨大的损失。说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吧？伊斯兰教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样完全抗拒狗狗的，他们是可以养狗的，只是限制在工作犬的范围，而不是宠物犬。其实并非所有穆斯林都讨厌狗，许多讨厌狗的穆斯林只是害怕狗，因为他们是由上一代或者长辈所教导的。我相信一旦他们了解了更多关于狗的信息，他们就会成为狗狗爱好者。缺乏熟悉感很容易造成恐惧和仇恨，就是这么简单。凡是世上存在的东西都是真主对人类的恩赐。那我们再从历史的角度去看，伊斯兰历史也常常遭人误解。今天不管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都认为伊斯兰教和狗是水火不容的，
回溯到伊斯兰教早期阶段，穆斯林和狗狗之间其实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根据对先知穆罕默德生平传教的一些官方记载，他本人也在狗狗在场时祈祷过。他的那些表亲、同伴都是世界上第一批穆斯林，他们也养过小狗。麦地那的先知清真寺是仅次于科尔白的世界第2穆斯林朝圣圣地，不管是先知还是其后的时代，那里都可以时常看到小狗在嬉戏。穆斯林先民饲养了许多狗狗，这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他们大部分都也饲养绵羊、山羊，而狗狗可以帮助他们看羊，防止羊跑掉，还可以吓走那些小偷或者前来觅食的动物。绵羊、山羊是穆斯林先民的食物和资本，狗狗恰恰可以为他们保护这些动物。在打猎期间，狗狗也是至关重要的同伴。早在伊斯兰教之前，古埃及和伊拉克的石雕上就表现了狗狗追随它们主人的画面。穆斯林也沿袭了狗狗的这种用途。随着伊斯兰宗教在中东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它从游牧民族的信仰转变为扎根城市的宗教。公元700年到1700年这1000年内，世界上许多大城市都信仰伊斯兰教，因此狗在城市里的重要地位丝毫不减当年。它们照样负责保护主人的资产，赶走侵入者。但到了城市里，它们还多了一项更为重要的作用：吃掉垃圾。从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从开罗到伊斯坦布尔，那些城市管理者都把它们当成垃圾处理器，从而保持城市街道的整洁。穆斯林长老为狗准备饮水槽，许多清真寺还为它们提供食物。屠夫为了赶走老鼠和寄生虫也养狗。如果城市里有人对狗狗施暴，他们还会给予惩罚。有了狗狗，穆斯林城市更加干净整洁，也更加舒适宜人。看到这边，大家就知道，所有这些都表明，全世界范围内的穆斯林都与他们身边的狗狗保持着正常良好的关系。他们意识到了狗狗在看门和垃圾处理的方面的巨大用途。我们甚至可以推测，他们在日常的交往中与狗狗结成了亲近的关系，在互相扶助中对狗狗产生了深厚的喜爱。那么穆斯林只对狗狗充满敌意的说法到底来源何处呢？简单来说，是因为疾病。大约在200年前，人们对传染病的观念起了变化。那时候人们不知道我们今天所说的细菌理论。生活在中东、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人注意到了瘟疫、霍乱以及疟疾的爆发往往跟墓地、垃圾堆、沼泽地这些场所联系紧密，因此中东地区的城市规划师以及政府就开始在人员密集的居住区排除这些疾病场所。他们把垃圾堆搬到了城墙外，吃垃圾的狗也不知不觉离开了城市。以前是狗狗来维持城市的整洁，现在需要人类亲自动手了。狗狗与垃圾的历史联系对狗狗来说不是什么好事。首先是城市里没有什么垃圾可吃了，而这些垃圾现在被视作对人类卫生的一大威胁。吃垃圾的狗狗很快也被恶意相待。19世纪的前几十年，狗狗已经被看成是既无经济用途还威胁公众健康的动物。这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呢？几次大规模的灭狗运动由此爆发，中东城市里狗狗的数量大幅减少。人们对待狗狗的态度大变，狗狗已经不再是带来好处的城市居民，而是危险的、疾病缠身的、毫无必要的存在。近代发生的巨变，让我们可以理解为何今天的穆斯林如此厌恶狗狗。尽管一些精英分子愿意养狗以象征他们的身份，但大部分的穆斯林仍然认为狗狗是肮脏的，有时甚至是邪恶的。正如伊斯兰历史的其他方面一样，狗狗的历史也由此被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误解了。大部分人都对狗狗的历史并不知情，还有很多人并不愿意相信他们的先知曾经与家养狗和谐相处。狗狗是我们最常接触到的动物，对我们而言，不管我们是不是穆斯林，狗狗在伊斯兰教中的历史可以给予我们另外一个启示：人类养狗并不总是因为喜爱它们或者觉得它们可爱。在历史上，它们大部分时候都不是被当成宠物看待的，而是被看成劳动力、经济必需品、猎手和街道清洁工。而今天，除了特殊的毒品搜查犬、导盲犬、猎犬之外，
我们绝大多数人养狗只是为了享受清晨被它舔醒的幸福感。然而在历史上，它们的用途不止于此。了解了这些历史，不仅有利于我们更为全面的认识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这种动物，还让我们知道我们与动物的关系是如何对现今世界产生影响的。希望大家看完了今天的内容，能够有所收获，也能够减少对伊斯兰教的误解。因为宗教并没有错，错的往往是那些后人曲解了创教者的意思，把真主原本的充满爱的教义推往极端的边缘。因为每一个正常的宗教都是把爱放在第一的，没有例外。最后，希望所有人，不管任何宗教和种族，都能够善待狗狗。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谢谢大家的观看，感恩。